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香港宣布将在2028年发射自己的月闪月球探测器，并深度参与嫦娥天问等国家级航天工程，这让香港瞬间从国际金融中心升级为亚洲太空科研新玩家。这意味着香港拿到了一张进入深空科研叙事的黄金入场券。但太空经济绝对不是谁的探测器飞得远谁就赢。未来太空经济真正的价值在商业化、数据化、金融化。新加坡一直低调布局太空产业，拥有卫星技术、量子通信、太空数据企业，但整体节奏沉稳，更偏向商业化与应用端。换句话说，香港飞得高，新加坡可能赚得更多。你可能想问，新加坡为什么能被认为是未来太空经济领域的有力挑战者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了。香港之所以能突然上月球，靠的不是本地科研从零成长，而是中国国家航天工程的系统性能力。这等于香港直接被拉进一个全球最顶尖的航天联盟。香港的优势就在于，它不需要从头搭建火箭探测器深空站，只需要接入国家平台，就能让科研成果飞到月球甚至火星。这意味着香港将成为亚洲极少数拥有深空科研地位的城市。它在月球探测、火星科学、深空实验这些领域会拥有全球性的存在感。香港把太空科技写进城市名片，这会深刻影响全球资本、科研机构甚至青年学生如何看待香港的未来。换句话说，香港正在重新塑造自己的科技标签。但问题来了，这种深空叙事优势能不能转化成长期产业优势？香港升空，新加坡该怎么找自己更清晰的太空经济定位？香港的强项在科研，新加坡强的则是商业化能力。而太空经济真正的大头其实不在月球，而在地球。这就是关键差异。未来上万亿美元的太空经济增长点来自卫星通信、数据服务、气候监测、海事航运科技、量子卫星通信、太空金融与保险。这些领域的核心不是谁去月球，而是谁把太空变成稳定的商业模式。而新加坡恰好在这一块具有绝对结构性优势。新加坡拥有成熟的金融体系、强监管声誉、全球航运枢纽地位、庞大的海事与能源企业需求，以及最重要的国际中立性。这意味着全球太空初创公司、风投基金、保险机构更愿意把总部数据中心或融资平台设在新加坡，而不是政治环境更复杂的香港。这不只是角色差异，而是未来20年两地太空经济生态的根本分化。香港月闪任务一旦成功，会让香港登上国际科技媒体的头版位置。但另一方面，真正的大钱、真正的商业机会、真正的企业生态并不会在月球上，而会在地球上。新加坡没有国家级航天任务，但绝对是亚洲卫星运营、太空数据、量子通信、商业、太空服务的总部聚集地。尤其是太空保险和太空金融领域，这是香港也很难追上的新加坡核心优势。与香港依托中国不同，新加坡可以与美国 NASA、欧洲 ESA、日本 JAXA、澳洲航天局深度合作，这会形成一种国际太空中枢的差异化路线，吸引大量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进行区域布局。更重要的是，香港的科研依托国家，但新加坡完全可以做全球太空初创公司的集散地，用资本和生态把人才留在本地。卫星互联网、太空数据、卫星金融、气候分析、跨境通信、太空保险，这些都需要一个稳定、安全、国际中立、高金融信誉的中心。这个中心最有可能在哪里？答案几乎肯定是新加坡。所以这不仅仅是两地的竞争，香港飞得更高，新加坡却站得更稳。香港收获科研地位，新加坡掌握商业价值。最终的赢家是那个能在太空经济商业化上稳住根基的城市，而那很可能就是新加坡。
那么你认为是香港背靠国家航天体系更强，还是新加坡的商业化更占优势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